比特币第一季度的多头还有机会吗？合约仓位该如何处理？以太坊会回到$2000吗？ ETF 流入的情况如何？牛市到达顶峰了吗？美国会建立比特币战略储备吗？如果你对这些问题感兴趣，请随我看下去。目前比特币插针到了91000之后，产生了非常剧烈的反弹，那可见91000左右的支撑依然是很强劲的。我也相信91000、92000左右的支撑，在我们未来一段时间呢，也会扮演很重要的支撑角色。我们来研究一下，我们在第一季度还有没有机会开启一波不错的多头？目前呢，已经是2月初了。那我们这一波多头行情呢，如果我们以1月13作为起涨点的话，如果你对趋势和季度之间的关系有点概念的话，那其实1月13作为起涨点呢，这个时间点呢，对于第一季度来说也已经有点晚了，不过是没问题的。那我们经过了一轮上涨之后，来测试到了区间的上缘，我们花了很长的时间都没有突破。那对于多头来说呢，这种重要的阻力啊，我们越快突破其实是越好的。那我们经历了很长一段时间的震荡都没有突破，已经不太好了。那我们在昨天呢，我们又回到了91000，又回到了这个起涨点的位置哦。那可见这一波上涨它就是无效的，即使有插针呢，也是无效的哦。那其实昨天的下跌，比特币回调的幅度其实并不多哦。如果我们以实体部分来看的话，回调个5-6% 而已。重点是山寨币还有以太坊下跌的幅度就很深了。那对于第一季度的多头来说啊，我们在2月4号的时候，我们还在这个位置，我们还没有加速，还没有突破区间的上缘。我认为对于第一季度的多头来说，我们已经错失了机会了。那么我们未来的一段行情呢，我们只能期待第二季度所开启的多头，我们才会有机会去把握哦。那我们在昨天呢，我们可以观察到下跌的过程呢，其实是在礼拜日所产生的。礼拜日的晚上到了礼拜一的凌晨的时候，我们这波下跌呢，其实就已经打出去很深的距离了。如果我们的波动呢是在礼拜六日产生的，那么就会产生缺口哦。而且昨天产生的缺口呢，其实很大，大概在98000一直到102000左右这一带的区间。那我们可以发现呢，很快我们就直接回补了。那对于 CME 回补来说呢，回补的时间点也很关键哦。绝大多数的 CME 缺口啊，大概80-90% 都会在1天以内回补。那么95% 以上的缺口呢，也会在1周以内被回补掉啊。所以即使我们下跌的幅度很深呢，我们可以观察一下目前我的持仓。我的仓位呢都是真仓哦，不管是什么东西都可以给你看哦。如果你有任何疑问的话，我都可以给你看哦。你可以发现呢，我们过去有2张仓位，有比特币和以太坊，不过目前呢只剩下1张比特币的仓位。那以太坊的仓位呢是已经被止损掉了，因为我开的是全仓哦，我是用统一保证金的全仓哦 ，cross leverage， 所以如果被爆仓的话，我的所有仓位会不见哦。那可见我确实是被止损掉了。我止损的位置呢，也就是这波以太坊的多头没有机会的位置哦。那我已经有一段时间没有被止损了，我的开仓频率也不是很大。那我认为，反而在遇到危机的时候，遇到下跌的时候呢，我们来检讨一下仓位，然后研究一下该怎么做，还有检讨一下心态。我认为这才是真的有帮助的哦。你可以发现，目前比特币的仓位呢，入场价是在82000啊，那么目前呢，大概在99000左右哦。我已经平仓了很大一部分哦。我们原本的仓位是$375,000的，那目前呢已经平仓了很大一部分哦，大概平仓了3/4左右哦，也就是目前已经获得了$44,000的利润。那再加上这些未结盈亏，这些收益呢，我也会在接下来很短的时间内哦，就大概在现在的价位就把它给慢慢的平仓掉。那我们目前所掌握的利润呢，扣除资金费率大概还有个$60,000或$60,000多一点点哦。不过以太坊是有产生亏损的哦。那如果两者相抵扣的话，大概还是有$20,000、2万出头美金一点点的利润。当然是不满意，因为我们第一季度的多头呢，并没有走出来哦。如果走出来的话，就可以产生非常可观的利润哦。那么我个人在
我们这波下跌的过程呢，以太坊我有非常严格的设置止损，那么比特币也因为这波多头无法很顺利的开展，然后我就把它给平仓掉了。平仓的位置呢，就是在昨天反弹到缺口的地方，你可以观察呢，这个是昨天所做的平仓在102500的位置，然后还有在101600、101300、101100左右这里就可以慢慢的平掉了。那我认为我们在下跌的过程呢，面对风险的过程呢，我们能保持稳健的心态就是我们能长期在这个市场上面生存并且获利的关键。好，那我们来观察一下以太坊的盘面好了。以太坊目前的价位呢，其实价格比较低。那如果对于你要加仓现货的朋友来说呢，这个价位确实是还蛮香的因为我自己在2年前就买了以太坊当时比特币在2万的时候，以太坊我同时买的，大概均价在1100、1200、1300这里左右买入的。那现在也才在2700而已，所以这个价位其实很甜很低。但我个人呢，并不会再加仓以太坊了。第一个是我没有现金那我也不会再把我的比特币换成以太坊虽说目前的价位很不错，它的汇率很低，它的价格也很低，但我不会因为要掌握以太坊还有汇率的机会呢，我就去增加我的风险买了以太坊，它确实机会更大，但是风险也随之增加因为以太坊它的波动率是很大的，而且以太坊呢在下跌的过程，它回落的速度可以很快我相信在这一波回调的过程呢，我们就可以感觉得到比特币它为什么可以来到9万多美金，有这样的市值因为它在下跌的过程它很抗跌。那以太坊呢，一旦开始慢慢的步入熊市之后，它下跌的幅度会很大那如果有过大的仓位比例呢，放在以太坊身上，那么仓位就会有很大的变动像我在上一轮牛市的时候，以太坊的仓位就来到了50%，那么在下跌的时候就非常可怕以太坊在上一轮牛市的顶峰，从最顶部下跌60个百分点，只花了2个礼拜不到的时间那当时我的仓位比例有一半在以太坊，这个波动就很大，我的心情起伏也很大那在这轮牛市，我就只配置了40%的以太坊，原本是30%最近加仓到40%，那我就不会再变动了，因为我不会为了要去掌握这个机会，我就去增加更大的风险了。我认为目前我承受的风险呢，已经是比较平衡的了。那以太坊呢，我们在下坡之后，它把很重要的支撑区间给跌破了。你可以发现呢，我们可以从前面来做简单的整理。我们之前呢，大概在2900左右是很强劲的支撑，我们可以很明确的观察到2900左右支撑的有效性。那我们目前呢是在这个支撑之下的，我们并没有重新站回去。我们在原本震荡区的下边界呢，你也可以发现我们离这个位置还很远那对于以太坊来说，我们刚经历了这么大一段的下跌即使插了针，我们要再走多头呢，它就需要很长一段时间它需要很长一段时间把这波下跌呢好好给修复，震荡完之后，我们才有机会开启下一段的行情那你说2000左右的位置有没有可能来到呢？其实并不是完全不可能而且目前的价格在2700、2800左右，我认为呢，但凡我们没有回到支撑之上我们再等一段时间，很有可能呢，它又可以回到更甜的价位来那如果你对这些交易机会感兴趣的话，非常欢迎你可以点击影片下方的 Bybit 链接。现在只要 KYC 入金100美金，就送你500美金仓位的比特币和以太坊。如果你赚钱了，你可以直接提币走，没问题的，这真的非常优惠。好，那我们来观察一下其他的数据好了。目前在交易所里面，比特币的数量呢，已经下跌到很低的水准了。你可以发现呢，我们过往大概在3年前左右交易所的比特币有330万颗，那目前呢，已经下降到了274万颗。274万颗的水准呢，已经是7、8年前交易所比特币储量的水准了。我们已经很久很久没有来到这么低的位置了。那么大家可以思考观察一下市场发生了什么变化呢？在过往只有交易所呢可以交易比特币，所以所有的比特币呢都会慢慢的流入交易所当中。不过目前呢，传统金融把比特币给纳入之后，包容了比特币，比特币也加入了
传统金融之后呢，有很多的比特币就到了 ETF 上面去了，被 ETF 托管。那么交易所的储备比特币呢就会有所下降啊。那么市场的力量呢就会改变哦。在过往呢，我们观察交易所的图表、交易所的数据会非常准确哦。不过如果现在呢，我们没有观察传统金融在比特币上面的数据，那么就会失准了。我们可以来观察一下比特币 ETF 的流入状况。我们在昨天呢，由于关税的一些问题哦，所以传统金融呢有一些波动。那 ETF 也有2亿3400万美金的流出，这个流出量呢其实并不算大。从过往来看呢，这个流出量绝对不算大，但对市场造成了很大的恐慌。那我们来观察吧。我们在过往呢，比特币要有多头走势，我们就必须出现连续巨量的流入。那你可以发现呢，我们过去有2波案例哦，在2024年的2、3月，2024年的10月、11月，我们有过2波连续巨量的流入带起的多头行情、多头趋势。那我们目前呢，其实并不太符合哦。如果根据我们第一季度的行情的话，你可以发现呢，其实前面走的还可以哦。不过我们到后面流入的量呢，显著小了很多，而且甚至有几天是在零星的流出的。那我们在过往呢，在走多头行情的时候，连续巨量的流入和现在呢有很大的区别哦。我们现在流入量减小了非常非常多，然后我们有很多天呢流入量都很小，甚至有几天是在流出的。那我们在过去的多头行情里面呢，我们几乎是不太会出现这样的行情哦。那就可见哦，我们第一季度的多头，我认为机会是已经消失了。我们接下来就只能等待第二季度的多头。不过在这一波下跌的过程呢，在过去的每一波下跌的过程呢，我都没有想过要卖出我的比特币。当我们在很恐慌的时候，这个时候如果你因为情绪就做出决定，那么你回头来看呢，你很有可能会后悔你当时所做的情绪化的决定。当我们很恐惧的时候，我们就应该回到最基础、最核心的东西。我们当时为什么会入场比特币呢？肯定是因为加密货币的周期。那看着加密货币的周期而入场的，怎么会因为一波的下跌就出场了？当我们在很恐惧的时候，我们可以想想我们当时入场的理由，以及当时制定的交易计划哦。那么这一波小小的下跌呢，是绝对不影响当时入场的理由，也不触发原本所制定出场的条件的。所以在过去的这2年当中呢，我都一直把我的比特币还有以太坊的现货呢一直持有啊。不过以太坊的仓位呢，确实让我最近还蛮痛苦的。好，那我们来观察一下链上的数据。橘色线呢，代表超过1年都没有被移动的比特币。那么蓝色线呢，代表3个月内才被动过的比特币。你可以观察在熊市的时候，1年没有动的比特币呢，会不断的数量增加由于很多聪明的交易者、机构等等的，他们懂得在熊市的时候就开始累积比特币。那么他们放比特币呢，都会放很长一段时间直到了牛市呢，这些长期存放的比特币才会被移动到交易所并且卖出。那么我们在卖出的过程呢，还没有到达最底部的时候，其实比特币就触顶了。你可以发现，比特币触顶的过程呢，都是在下跌的中段，它并不是到了结束之后才到达顶峰的。我们在每轮牛市都是这个样子那在目前呢，我们已经可以观察到非常显著，长期存放的比特币呢，数量是已经在减少了。那可见有长期存放的比特币呢，已经在慢慢的被市场上拿出来，并且卖出了。那我们的牛市呢，就会慢慢接近顶部，风险会慢慢增加目前我们已经进入了牛市的最后1年，随着时间的进行呢，我们要越来越有风险意识而不是认为市场上的机会变得越来越多虽说目前从很多其他方面来看呢，牛市的顶峰都还有一段距离。那么牛市转熊市的征兆呢，依然是凤毛麟角，还是非常少的不过我们必须在心中呢，慢慢的变得戒慎恐惧，慢慢的有危机意识起来毕竟我们正在慢慢的接近牛市的最顶峰。那我们还可以看到下一组数据
目前市场上呢已经出现了大量的短期资金了。这张图表呢可以显示在6个月内投入市场的资金，你可以观察呢，在2017到达牛市顶峰的时候，投入市场6个月内的资金呢来到了1500亿美金。那到了2021年呢，到了4000多亿的美金。我们这一轮牛市呢，目前6个月内才投入市场的资金呢，就已经来到了6000亿的美金接近6000亿的美金那可见市场上面呢，已经有很多短期才投入的资金。当市场上面充满短期投入的资金，那么市场的顶峰就会慢慢达到了。所以说，我们这轮牛市呢，到达最顶峰的时候，短期投入的资金，我相信是会更多的不过，目前的危机呢，还有风险也确实在慢慢增加。那最后呢，我们来观察美国犹他州很有可能成为美国第一个通过比特币储备的州。过去我们可以观察美国在通过很多法案或者政策等等，其实都是一步一步慢慢来的，渐渐的。那要美国直接做比特币战略储备呢，是有困难的如果中间有一些问题，那么这个问题就会被放得很大如果先从一些州开始的话，然后慢慢有越来越多州都有比特币的储备，那最后呢，美国在做比特币的储备就会安全的很多那目前看来，美国就是用这种方式。其实我们可以从很多的政策啦、命令啦，都可以看出美国做事的这种态度像是货币政策，美国一定是慢慢放消息，它并不会断崖式的，然后宣布某项消息那过去 ETF 通过呢，也是慢慢的经过了很多的步骤流程之后，慢慢放消息给公众，那最后呢，才终于上市的 ETF。犹他州呢非常关键因为犹他州是整体进度最快的一个州，而且犹他州的立法时间窗口非常短像在立法呢，需要经过很冗长的过程比如说台湾的立法呢，时间很有可能拖了好几年甚至好几十年都有可能不过犹他州有限定时间必须在45天内就要做出决定。你可以观察目前只有45天来做出决定这个是美国各个州针对做比特币战略储备的进度。你可以发现呢，美国已经有10几个州正在走流程，准备进行比特币的战略储备了。有几个过程public endorsement 公众的认可bill 这个 bill 是法案的意思bill introduce 向公众呢介绍法案 committee approval 委员会的同意那最后这两关这是最关键的因为这才是正式的立法的流程House Senate approval 就是地方议会议会等等的同意那最后呢就是写进法律里面你可以发现呢，进度最快的就是 Arizona 还有犹他州那我们来观察一下犹他州好了，因为犹他州有很多比较特殊的规定在过往呢，犹他州的发展委员会通过的每一项法案最终都得以立法。那目前呢，你可以观察犹他州是已经通过了委员会的同意了。那根据过往的历史只要有委员会通过，那么就可以被立法那目前委员会已经立法了，那就表示呢，犹他州很有可能在未来的几十天内呢，就会把比特币战略储备成功的立法。如果说美国有第一个州建立了比特币战略储备，那么各个州呢就会产生连锁效应都会很快的进行比特币战略储备。那么如果美国有很多州都有比特币战略储备，那么美国建立国家的比特币战略储备就指日可待你可以观察呢，犹他州，美国目前是有20万枚的比特币，那么光黄金的储备就有4550亿的黄金。哪怕把这些黄金的一部分换成比特币的话，都会是非常大的一笔资金流入可以给大家相对比较的概念，像 ETF 我们经过了1年呢，总共净流入了400亿美元的资金。那 MicroStrategy 是买入了300亿美金那黄金储备呢，哪怕里面只有10个百分点换来比特币，我们也会有400-500亿的美金现金的流入比特币，那会形成非常大的一股购买力量而且呢，如果美国真的把比特币作为战略储备的话，
那么比特币的地位呢就会完全不一样了。在过往，黄金在金融市场的地位呢是几乎不可被取代的。如果说储备把黄金可以被换为比特币的话，那么比特币的地位呢就会被大大的提升到国家的层级，而且国家把黄金作为储备，那么如果接下来也把比特币作为储备的话，比特币的波动呢也会大大影响国家的储备，那么国家就会想尽办法来稳定比特币的汇率，那么到时候比特币的波动率呢就会小了很多，那机会也会消失。不过在这一段，美国要把比特币作为战略储备的过程呢，就会形成非常非常大的上涨力道而且未来呢，比特币也会变得非常非常安全因为这已经是国家的利益了，国家必须让它变得安全，因为它是储备。那最后我们再观察为什么感觉美国呢对建立比特币战略储备那么的着急这个是美国的国债和 GDP 的比例。你可以观察呢，当美国发生危机的时候，美国就会疯狂的举债来去面对危机。像美国在发生南北战争内战的时候，美国就疯狂的举债那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一样疯狂的举债。后来呢，到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国债的比例创下了巅峰美国疯狂的举债。不过随后呢，就进行回落了。那最近全球的变化呢，像金融海啸新冠疫情，美国都疯狂的增发国债来面对危机。那未来呢，根据美国的国会预算办公室美国国债对 GDP 的比例呢，只会持续的增加甚至会突破当时二战的高点那美国国债的问题呢，就会很难被解决但如果可以把比特币作为美国的战略储备的话，随着比特币价格的增长呢，美国就不会产生资不抵债的问题而且美国呢也会想尽办法来稳定比特币的汇率，因为这是国家的储备。如果说比特币的汇率不稳的话，那么资产和负债的比例呢就会不平衡那么美国就会出现问题所以比特币的发展呢还是非常令人期待的。非常感谢各位，非常欢迎大家可以帮我的影片点赞、订阅、分享、开启小铃铛，就是对我最大的支持，真的非常非常感谢各位，拜拜。